过去1年的时间里，希望大家还能记着这个视频。在2024年，4K 视频你应该已经司空见惯了，各家平台也都争先恐后继续在画质上做文章，有的支持到了 8K 120帧，有的对上了蓝光、真彩世界、真极硬化、杜比视听等等等等，听起来非常先进的技术。而我们呢，也在不断的更新拍摄设备，提升节目的质量，想给你更好的内容。但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我们最终在平台上发出来，你看到的视频它变糊了，没有以前这么清楚了，这是错觉吗？答案是不是的，这是一个非常深远的问题，甚至在未来我都可以说，我们看到的视频的画质很有可能会不如2020年那段时间这么好了。本期节目我们就会来讲一讲，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各种技术在发展，我们在网上看到的视频质量不升反降。要能明白为什么全球视频画质下降，我们首先要明白一点，就是任何网络传播的视频都被极大的压缩过，它为的就是把这个叫做码率的东西给降下来。你要知道，如果视频数据完全不压缩的话，一个 4K 的常规视频1分钟会需要44 GB， 你1TB 的顶配的手机只能拍23分钟，你就得再买一台手机装满了，这谁都受不了。那出于实用还有分享的考虑，高压缩率的编码就成了一个必选项。那像 H.264 这个名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是高清时代广泛被采用的编码。它的目的就是在你看起来画面没有什么损失的前提之下，帮你把视频体积大大的压缩。那它压缩率很恐怖，能把1分钟 4K 视频的数据量压缩到400兆左右，相比刚才的那个40多 GB 小了100多倍，很厉害。但是实际上平台他们又说，哇，400多兆这也是流量费用啊！我们得明白一点，你每看一条视频，特别是超清的视频，实际上就是在割视频平台的肉，你比那些看低清视频的人要割得多得多。平台是要为视频存储，还有通过互联网流畅把视频传给你，支付很大一笔费用的。其实你看各家的财报都能看到，视频平台都是几个亿甚至几十个亿这种流量费用，非常贵。那随着视频技术的不断演进，平台想要扩张，它想要画饼，能融到更多的资，打败别的平台，提供更好的服务。但是另一方面呢，他们又会觉得，这 8K 120帧 HDR 各种规格又会让视频文件的体积进一步上升。那平台就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我作为资本家能够画这个饼，让投资人交钱，但是我又不给我的用户实际上付更多的钱来给他们更好的体验，有没有可能？那答案就是更好的编码。于是这 H.265 还有 AV1 这2个新的名词、新的编码就被投入到实战了。这个名词你也听说过，它比 H.264 会更厉害一点，他们可以把刚刚1分钟的 4K 视频通过更先进的算法进一步压缩到200兆左右，很不错。那说到这里，我们稍微深化一些，说说这些编码它是怎么做到的，对吧？凭空把文件变小，但视频画质不变。那本质上你可以把编码理解成一个将军，它调配资源的分布多寡，排兵布阵。那像 H.264 通过将画面分成很多的小块，然后根据每个小块的内容的复杂度来分配对应的资源去记录。那像画面里面这些平缓的没什么细节的地方，他说没必要用很少的资源随便一存。那对于画面里面细节丰富的地方，他会分配更多的数据来进行记录。那不仅如此，他还不傻，他不会只单独的分析1帧的画面里面的信息，他还会比较前后连续的帧。如果场景里面只有一小块在挪动的话，那静止的背景和环境它只记录1次，只有运动的部分它才会记录下来，这样来偷空间、偷时间，这文件体积就被一点点的给抠下来了。那像 H.265 和 AV1 就像刚才提到的一样，本质上只是更好的算法来更具象化的划分更小的区块和更大的区块来进行动态的存储。那如果你研究一下的话，你会发现现在其实 H.266 编码也已经被提出来了，理论上会更加厉害。那为什么没有应用呢？视频平台肯定想用它，那答案就是因为压缩率如此之高的编码，它是一门复杂度非常高的语言，无论是编码视频，还是把视频用你的手机把它解算出来，都要消耗巨大的算力。那也正是因此，你会发现，虽然 H.265 在2013年就被提出了，11年前，但似乎我们真的应用上还没有几年，甚至还有很大一批用户，他的设备仍然不支持这个编码，播放起 H.265 的视频会产生明显的卡顿或者发热，那 H.266 就更不用说了。那平台最重要的肯定是得保证它的用户群体画质变差可以接受，但是如果他看不了视频播起来巨卡，第一是投诉，第二是他没有办法来让用户氪金了，他获客会丢失。所以平台他说，
那我到底有什么办法能够又画饼，又能够展示先进的技术，又能够省钱，还能够照顾到旧设备的用户的体验？这怎么能完成这个不可能三角呢？那平台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即便所有人看的是同一个视频，但是我实际上在偷偷给他们推不同的视频流呢？那这里就会产生一个奇特的现象。我们可以分享一个技巧，有些平台你可以右键点击视频，选择视频统计信息、分辨率、帧率、编码，还有少得可怜的码率，这些详细信息你都能看到。这时候你有时候会注意到，同一条视频有时候它的编码会发生了变化。这就是很重要的一点，视频平台它在动态的偷偷切换你所看到的视频源。那这里的话，我们做了一个研究，理论上平台是应该一碗水端平，对吧？虽然我们看到的编码不一样，但是实际上视频的体验应该是一致的，这我们就不会抱怨了。像 H265AV 这些先进的编码，应该能耗更少的流量，给我们更好的体验，对吧？这是一个双赢，平台赢，用户赢的局面。但是我们发现了非常逆天的一点，我们抓取了之前上传到平台的内容作为对比，你会发现实际表现和我们说的理论是完全背道而驰矛盾的。同样是 4K 的分辨率，我们发现最老最旧的 H264 的视频源可能画质反而是最好的，所谓更先进的 AV1 和 H265 的编码反而会要差一些，还挺明显的。这最大的问题还是出在平台必须要出钱的码率之上。这码率是用多少数据量来描述视频，码率富余可以最大限度的保留画面细节，对画质影响较小。那码率不足的话，就算我有再先进的编码，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你会看到不仅画面细节糊了，到处都是崩坏导致的结块，还有伪像。现在所有的平台为了节省码率和带宽，还有分发决策的成本，所有你上传的视频通通都会经过他们的服务器进行一次复杂的压缩。那这时候就开始比较逆天了。一定程度上，我觉得当前的所有的视频平台，不只是任何一个平台，都突破了他们的服务底线。他们本质上觉得，只要用户没有觉得糊到我看不清，完全没法看，我就可以无限的压缩视频的质量。于是现在平台开始抛弃创作者本身的意图。我们看看多逆天。2019年的时候，我们记住当时的码率能有6 Mbps 1080p 的视频，但是现在我们查下来，有许多长视频平台分辨率只有 720p， H264 之下的码率只有1 Mbps。有的平台虽然标着是 4K， 用了先进的 H265 编码，但是 4K 码率只有2到5 Mbps， 标着 1080p 高码率，实际上也只有1到 1.5 Mbps。你要知道以前是6啊， 1080p 也有6， 4K 都不到现在以前的水平了。那最离谱的一点是 H265 之下的 1080p 的视频码率，我们很多看到只有 0.6 Mbps。这是一个很离谱的情况。你要知道，如果说你在视频平台选择一个杜比全景声，或者去一个音乐网站选一个音频，把它开到无损的状态，它很有可能它音频的码率比你的视频的画面还要高，这太离谱了。讲到这还不算，还有一点我觉得更有意思。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平台会根据用户设备的不同来分配不同的视频流，对吧？但是我们也说了，更高级的编码它要消耗更多的算力去编，云端的算力对于平台来说是什么？钱。这资本家又开始念叨了，这编复杂的编码，每个视频都要编3种不同的编码，再加上分辨率、帧率等各种排列组合，我心里在滴血啊，对吧？有没有什么方案能够让我们在给他们提供现在这种凑合能看的条件之下，进一步省钱呢？我真的很佩服国内工程师老哥的本事的，他们找到了一条在全球都很少见到的路子。就我们的观察，存在现在这样的现象，如果你的视频刚发到网上，没有几个人看，那平台会先给你编一个 H264 编码的视频，这编得快，成本低，虽然说整个码率会高一点，但是也没几个人看，这网费也不高。如果说你的视频突然爆火了，几十万人开始看，好，平台收到信号了，我们要交钱了，不行，立刻把这条视频转码成 H265 和 AV1 编码，来大大降低视频的码率，把它推给更多的人。这样一来一回，平台确实省下了成本，很不错。但是用户面对的是什么呢？原本你的视频是很清晰的，但是视频它火了，画面反而变糊了。这就是当前的情况，我们已经遇到好几次了。那这个前提之下，平台他又说了，哥们儿，我发现就算是这样，我们的用户还是有点太多了。我5个亿的每月用户，你知道这个流量费是多少吗？服务器真的很贵啊。我们虽然有这么多的利润，每年能有几十个亿，但是能不能再抠一点，让普通用户感觉不到我们的视频变糊了呢？这工程师绞尽脑汁，愣是又实现了一个不可能三角，我都惊呆了。他们说，
哎，这用户有可能本来传的画面看起来就没这么清楚，不如我们帮他们调一调他们的视频吧。我们来给他们的视频加一点锐化。这是我们原来上传到平台的原视频和平台最终放给你的视频的对比，你能看出区别吗？首先你会看到分辨率下降的不是一星半点，但更重要的一点是平台为了让你看起来视频没有这么糊，它偷偷调了我们的视频，把我们的视频加上了这些锐化。什么叫锐化？锐化本身它不是提升画面底层的信息的，它是在画面的边缘上加上了对比度。这乍一看确实有清晰的效果，但是如果你放大仔细一看，你会发现视频不对劲，看起来就是有一种怪怪的假假的感觉。像我现在讲话的部分我没有加锐化，但是如果我们现在让青青我们的调色师加上点锐化，加一点，是不是更锐了？再多加，加到这样好像就不大对头了，对吧？我们也有看到过粉丝说我们的视频很锐，我们之前百思不得其解，我们都没有做过处理。但是当我们发现他们视频平台帮我们做了锐化的那一天，我们的精神殿堂崩塌了。平台本质上不是最应该保证创作者本身的意图被传达给用户吗？但是现在这一点也不存在了。从2020年我们有6 Mbps 的 1080p， 甚至有20 Mbps 的 4K， 到了今天我们的视频2024年变成了 720p， 码率变成了1 Mbps， 甚至更低。我们甚至只能面对平台随意调整视频的内容，但是没有办法去规避它。这不是我们针对任何一个平台，而是所有的平台都在做这件事情。他们让大家觉得这件事是合理的，但是我真的很想抗议一下，我很希望发动各位能抗议一下。我觉得这突破了创作者和用户关系的底线，这不是一个大型正在盈利的平台应该有的担当。保留创作意图应该是它最基本的底线，是最基本需要做到的点。所以我很希望各位能和我们一起来号召，不管是长视频还是短视频平台，能够取消锐化，提升一些视频的码率，至少能保证画面不出现严重的编码失真，并且大家不应该以此习以为常。那和平台相比，说真的，我们本身作为博主，所有人加一起都是人言为轻的，但是多一个人发出这个声音，总归会多这么一点可能，让未来我们的大家还是能看到更高质量的视频。我也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回到2020年那个资本市场非常看好视频平台，所有平台在融资，完全不在乎这个编码码率的那个夏天。所以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如果你喜欢的话，也请务必给我们点赞、投币、3连转发，对我们非常大的帮助，也会对大家所有的博主有非常大的帮助。那么我们下次再见。Nice。看完视频，你有什么感受？在评论区聊一聊吧。如果喜欢我的视频，请订阅我的频道。本频道会在周1、3、5更新视频。谢谢大家的观看，再见。